胶水这么粘，怎么不会把自己粘在瓶子里呢？首先提一下我们极其熟悉但又有点另类的胶水502。为什么说它另类呢？我们可以把普通胶水想象成胶和水的混合物。当装在瓶子里时，水会抑制粘合剂发挥作用，并且瓶子的材料一般都是不容易跟胶水发生化学反应的惰性材料。但当胶水被倒出来后，水分就会蒸发，粘合剂中的高分子便能形成互相的拉力，粘住东西。也就是说，大部分胶水都巴不得水分赶快离开，而502恰恰相反，必须有水的参与，这就涉及到了它的原理。1942年，化学家哈里·库弗在研究用于瞄准器的透明塑料时，合成了一种化学物质羟基丙烯酸酯。可那个时候，库弗只觉得这玩意儿很容易粘住其他物体，并没有放在心上。后来到了1951年，库弗的科研团队又因为别的项目重新研究起了这一物质。某天，一位成员不小心粘住了价值700美元的折光仪，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，但也让库弗意识到了它或许可以当胶水用。很快，强力胶就火遍了全球。我国科学家葛增贝也在1964年研究出了中国版的强力胶502胶水，它的关键成分是阿尔法羟基丙烯酸乙酯。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，502胶水之所以叫502，是因为当时中科院化学所研究室的房间号是502。日常生活中也有不需要502就能吸合的充电宝。最近拼多多有一个9块9秒杀苹果磁吸充电宝的活动，轻轻一贴就能充电，既方便又省心，关键是便宜。要知道，拼多多周年庆典活动有很多原价几百块钱的大牌正品都在大降价，比如刚刚提到的正品苹果磁吸充电宝，轻轻一贴直接快充，保护手机电池。适逢拼多多秒杀活动，只需9块9即可秒杀。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可以通过评论区的链接前去逛逛，有很多物美价廉的好物等着你哦。好，说回正题，哪怕是一点点水，强力胶中的化学成分都会与其发生聚合反应，形成结实的聚合物，从而将物体迅速地粘接到一起。因此，当装在密封的瓶子里时，502压根没有发生反应的条件。但倒出来后，空气中的水分、人手上的汗液等等都能引发聚合反应。说到这儿，是不是勾起了不少人的痛苦回忆？怎么去除手上的502胶呢？有卸甲油的小伙伴可以把它涂在粘连处试试，里面的丙酮是一种有机溶剂，能溶掉502形成的聚合物。最后想跟大家分享2个你可能想不到的强力胶用途。首先是组织粘合剂，在上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时期，强力胶就曾被美军用于战地紧急止血。后来，更多的医用止血剂和组织粘合剂被研发出来。其次就是502胶熏咸法，在上世纪70年代末，英国和日本的科研人员几乎同时发现了这个神奇现象：一滴水，一滴502，就能让指纹显现出来。